在前几期的视频当中，之前已经说过的，我其实用了推荐，就讲这个麦克夏的那个软件的时候，那其实有说过，其实我用的是一台黑苹果啊。那我还说后面会专门用一期视频来讲一下，我这个黑苹果是怎么弄的，出一期教程，也不能说教程吧，我这个装这个黑苹果的整个过程吧，OK，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啊？我之前在组装这台电脑的时候，其实我专门后面还写了一个教程，然后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教程一一的再做一遍给大家看啊。那先讲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教程，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可以下载下来的那个完整的 U 盘启动镜像啊，大家可以直接用那个 U 盘启动镜像就可以了。有一个网站叫做黑果小兵啊，非常有名的，它的 Cloud 镜像是可以免费下载的，但是它最新的 OpenCore 的镜像好像是要钱的，我印象中我上去看过一次，但是我本人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用这个网上其他人已经做好的这种镜像，比如说我自己的路由器，我 OpenWRT 我用的就是我自己编译的这个固件，我就没有用网上别人已经编译好的，然后里面的应用对吧，我自己可以自定义啊，所有东西我都可以自己自定义，然后我不需要的跟我硬件无关的我都可以去掉，OK。然后黑苹果也是这样啊，我都是从这个苹果官方下载的更新包，然后安装包，然后自己制作的 U 盘。那今天我就介绍一下啊，然后参考资料就 OpenCore Install Guide，它有专门的指引，我们用这个指引就可以了啊。这个已经是完全在我看来非常傻瓜式的教程了啊，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可能可能不太了解的朋友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那我这个帮大家抛砖引玉一下啊。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背景说一下，就是因为我需要一台 Windows，然后玩一下这个游戏，对吧？我觉得别的游戏打打杀杀的也没什么意思，这个游戏，平时放松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我平时工作又在 macOS 下的，其实我特别喜欢 macOS 的体验的，所以我打算配一台 ITX 小主机，然后装个 Windows 10，再黑个苹果，那这样子又满足了工作需要，又满足了娱乐的需求，对吧？然后硬件的选择，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三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就是 GPU 你应该怎么选，为了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GPU 应该怎么选。我的建议就是用 A 卡，其他的你不要管，除非你是极显，只要你不是极显，那你就选择 A 卡。一般黑苹果，那我的建议呢就是自己买 A 卡。如果是极显，黑个苹果也没意思，性能很差，对。OK，然后这是关于无线网卡，对，无线网卡选择很重要，我们要保证 AirDrop 这些都是 OK 的，对吧？它这里面会有，包括 mini PCIe 的都有，应该怎么做啊？大家自己去看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杂项的东西啊，其他杂项的东西都不是很重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叫 Storage， 它里面讲的它不支持的，其实我觉得非常小的概率你会买到它不支持的。OK， 那其他的嘛都不用管了。然后看我选择的一些硬件啊，第一个 CPU 在淘宝买的可能是新的，然后散热器应该是新的，这个散热器的转换应该是新的，风扇应该也是新的，那个这个 M2 接口的硬盘应该是新的，机箱应该是新的，有可能我也说不清楚，电源应该是新的，然后剩下的我都是二手的。那我为什么要去买二手的呢？其实一个电脑其实一周开不到一两回，然后就使用频率相当低，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又不想要了，那买个新的嘛，到时候你再卖掉或者你再处理掉，那价格也会掉很多。
啊，你就买新的嘛，你去买这些硬件也不一定买得着啊。你可能你要去买新的，就买一些最新的硬件。那最新的硬件去黑苹果嘛，那可能不太稳定，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会选择这种硬件，然后这上面呢本来是有价格的，价格引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我说我买这个主板吧，其实这个主板上有一个问题，它的 WiFi 是英特尔的9560NGW，这是一个 CNVI 协议的显卡，网卡。它虽然用的是 M.2 的接口，但是它的协议是这个，所以这个接口只支持这个协议的，它不支持别的。那这个网上说搞不定，但也有人说搞定了，因为这个主板挺便宜的，那卖家也还好，还来还价，其实还挺便宜的。然后这个我就买下来了，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搞定，结果我没搞定，所以才会出现我要买这个东西，对。OK， 然后至于为什么选择我不想多言了啊，搞黑苹果不是什么硬件都能搞的，建议是英特尔 CPU 加上 AMD 的显卡，剩下的就比较好搞了啊。然后为什么买 AM4 的水冷散热啊？对，我是英特尔的接口，为什么买个 AM4 的接口？就是因为我风扇只要9厘米的，那9厘米英特尔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个 AM4 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 AM4 的接口，然后找了一个转换器把接口转换一下 ，OK，然后 CPU 从我看 CPU 跑马温度没有达到60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冷散热器应该是 OK 的，然后嘛现在比较弱的就是这个显卡这个显卡好像是个渣渣，但是没有办法，我看了，其实我想买个590，甚至5700XT，当然5700XT有可能我这个机箱就得换了OK， 我看了590，我觉得590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买，一个二手的将近3000多，将近3000，没有到3000多，大概2600、7吧，那我觉得太没劲了新的原来也才卖1000多吧。不知道，没有买过，对显卡的价格也不是特别了解，好像是1000多，最多也就2000出头点吧，我觉得，那就没有意思了啊。然后9600K 嘛，其实这个热功耗是比较大的，所以需要散热好一点的M2 的嘛，这个我是用新的，因为我要装macOS 那这个嘛是个二手的装个 Windows 很少用，无所谓了啊。然后第一个我要搞定硬件，就是我转了一个 NGFF 的接口，这个卡 NGFF 的这个接口的卡，然后把这个苹果的这个 BCM 的拨通的这个卡插上去这个卡如果蓝牙如果要用的话，它必须要单独供电，那供电这个卡上是需要做一根飞线到这个 USB 供电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了有的接口是带保护的，有的接口是不带保护的。那不带保护的接口，那就要问清楚商家应该怎么插线，然后你把主板的电路图调出来，然后你看看怎么插线，插错了主板就挂掉了但这呢，虽然我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它占来了一个 M2 的接口而且这个接口还是支持 PCIe 的看起来还好可惜我这上面一共2个这里有一个 M2 接口，然后主板的背面还有一个然后另外一张卡插在背面然后用这种卡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在多系统启动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bootloader 的界面这个 bootloader 的界面是需要你做选择的嘛，对，比如我选 Windows 我要选苹果的，那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都是无线的都蓝牙的，然后有可能认不出你比如说我现在苹果键盘苹果鼠标，那这个卡就可以直接在 bootloader 界面可以认出好很多了 OK。 好，安装前准备的一个16G 的 U 盘当然也可以是移动硬盘，我的写入比较快。我为什么说需要一台 macOS 的主机呢？因为你要去下载 Big Sur 对吧？那如果是从苹果官网没有 macOS 下不了那今天为什么教程是在 Windows 当中呢？因为假设我这个是刚装好的，其实我这上面是有一个
这个 macOS 的 Big Sur 的。但是当我刚买来的时候，我不可能装到 Big Sur，为什么？因为我先把这个EFI 文件做好了，把 macOS 装好了之后，我才有可能变成这个，macOS 机器。所以首先你当然是装个 Windows 啊，装个 Windows。这个 Mount EFI 其实无所谓了，这个也无所谓了，这个要的 Public Tree 要的，后面想了，全程参考这个，其实已经打开过了啊。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需要装一个 Python 环境 ，Python， 点 org 是吧 ？Python 点 com 还是 Python 点 org 啊？对 ，Python 点 org 的。我上面没有放链接啊，大家自己在这里下载一个 Python， 最新版的装上去就好了啊。因为我这台电脑已经装过了啊。然后我们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就叫 EFI， 跑这里来了，OK， 就叫 EFI 啊。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是照这里走啊。第一步我们要下载一个最新的 OpenCore PKG 啊。为什么要下载？因为它是一个基底文件 0.6.6 版本，下 release 版本。下好了之后，因为这台机器是64位的，所以我们直接在64位里面看看有个 EFI 目录的。那我们直接把这个 EF 目录的文件拷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拷过去之后有一个 drivers 目录啊。drivers 目录里面留下2个东西那有个写错了哈，我来照它文档抄错了。这里边你看一个是 Open Runtime， 然后 HFS plug 然后HFS Plus 的这2个文件留下就好了，剩下的都把它删掉，没有然后我们对 ，sorry， 我们应该照着文档了，这个在文档的哪一部分呢？在Gathering Files， 在这里。那它文档也写错了，那它最新的版本也叫 OpenHFS Plus， 对，改一下它应该给我一个权限，把它改一下文档。OK， 那非 UEFI 启动的主板我们不管了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UEFI 32位的我们不管了啊。然后 must have，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KEXTS 这个 kernel extension 这个目录其实是空的，那我们现在填充一下它。那第一个是 watch SMC 那看一下底下它对 watch SMC plugins 是描述的第一个 CPU 的要监控 CPU 的温度当然 AMD CPU 不需要的搞不定。MC 的 Super I/O monitor speed fan speed 这个需要的fan speed， 所以这里面下载下来我们有2个东西需要拷出来2个东西需要拷出来，一个是 Watch SMC Super I/O， 然后 Professor 这3个拷出来。然后对我这边也写清楚了，3个拷出来那我们看这个文档里面怎么说的，剩下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 Light Sensor， 这是 Laptops 才用的对吧？我们的 Desktops 就一个 node 不需要了电池没有，也不带机器对吧？好 OK， Lilo 这个很重要Lilo 是所有的基础，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OK。然后这个显卡的 OK whatever green
放进来，叉叉，还有什么声卡的放进来。它下面都有说明的，每个东西派怎么用的，下面都有说明的，所以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带大家一起不一个个去看了啊。然后这里是英特尔的网卡，那英特尔的网卡呢，那其实不太需要的，我之前整了一个进去，因为我提供出来里面有，所以把它放进去吧。那其实这块主板不需要的，我印象中是不需要的，我现在不需要了，这个是老版本的啊，就不要管它。老版本的操作系统，然后 USB， 那 USB 这个是需要的，怎么是这个界面？我搞错了吗？我搞错了吗？一样的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它不开源是吧？是的，在这 Bitbucket，不是在 GitHub 上，Release 里面，这个放进来。这个要看我的了啊，因为我们针对这个 WiFi 和蓝牙做了一下修正啊。这第一个，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呢？我也不知道，我看了很多文档，他好像说最新的系统里面把可能这个我买的那个我店主给我发的那个卡可能比较老，最新版本的里面的驱动全去掉了，所以要做一下。那本来其实不需要的。好，这里有几个，这个firmware data patch RAM 3，好，起活。OK， 我们把需要注入的这个内核的扩展全部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弄的其实是叫 ICPI，这个其实比较复杂。为什么？因为这个跟硬件有一些关系了，所以它比较复杂。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这个 SPI 它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啊？这是一些高级配置和电源接口的东西，就是我们操作系统跟硬件打交道的时候，它必须要知道哪些硬件在什么位置，对，然后这是针对那些位置上面的一些描述，然后这些硬件应该怎么操作，这个操作的接口都在这里。这里面一共有2张表其实有很多表格我们今天讲的是里面2张表，一个叫 DSDT，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是一个基本表，然后还有一个叫 SSDT，SSDT 干嘛的呢？是针对基本表做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修正吧。比如说基本表里面可能有一些描述不是你不想这么描述，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描述，那放在哪呢？放在 SSDT 里面。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搞这个 SSDT， 为什么？因为苹果的硬件都是配套的，它的主板它的各种东西它都是固定的东西，所以它操作系统在读的时候，它可能是去读指定的位置的。那这些位置其实我们针对普通的这个主板可能跟它不一样，那我们需要修正一下。我们告诉苹果，我们这是一台 iMac， 对吧？那苹果按照 iMac 的硬件去读的这个，发现读的都不对，那怎么可能启动呢？不可能，所以我们用 SSDT 去修正一下OK，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的 SPI 文件的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这里已经写清楚了的。我们还是去看官方文档吧官方文档这个在哪这个Getting started with ICPI， 好，那这个不在这里这个在 config 里面，对，在这里，我们在 config 里面，我们看它在它的 config 里面，它说英特尔平台的 config 点 plist 有几种的，因为我们是9代 CPU， 这个8代跟9代都是这个 Coffee Lake 平台的，所以我们去看 Coffee Lake 就可以了
说 Coffee Lake 的平台需要做这4项的修正。第一个是 plug， 这是电源管理的，对吧？它 EEC， 然后这个 AWOC 时钟，然后还有 PMC， 需要做这4项修正。那我们就是搞定这4项修正就好了啊。那在这里是吧？第一个我们要搞定的是这个 AWOC 时钟，搞定 AWOC 时钟，AWOC 时钟。那刚刚我们之前有说到过，说我们要去下载一下这个，下载一下这个叫什么来着？叫 SSDT Time， 对吧？因为我们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来提取 DSDT， 这个工具其实挺好的，我已经下载过了，大家在这里下载好，它也是一样的，它是依赖 Python 环境的，我们只需要运行 SSDT time.bat 就可以了啊。然后都是黑的，我的我的这个东西是装在 APPS Hackintosh SSDT Time 对，然后我的东西是装在这里。那装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干什么呢？我先启动它，那启动它的第一步，我们干嘛？我们先 dump 出一个 DSDT，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基本的信息是什么样子。好，它最后已经出来了，应该是在 result 里面，对 DSDT 点 AML 文件。然后这个已经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们要的是这个 plug 的然后plug 出来了吗？plug 有了，plug 之后AWOC PMC EC EC 有了吗？有了。OK， 然后 PMC 是吧？5。好，我们的一些基本的文件都已经有了那这小话我们需要干嘛？它的 patches Clover 跟 OC 的它都有，OC 就是 Open Core，其实引导方式有2种，一种是 Open Core， 一种是 Clover， 对吧？那 Clover 以前用的比较多，OC 是比较新的，那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用 OC 了，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讲 OC 的部分那第一个 DSDT 这个是干嘛的呢？因为这是系统的基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东西在哪里，对吧？那东西在哪里？东西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文件拷过来，拷到哪里 ？Hackintosh。这个大家自己去下载这个在什么地方下载？在这里，我这里有链接你要在这里去下载一个。这个为什么要去下载一个？因为这个文件它是编译过的，它不是原文件，所以我们要反编译一下反编译一下这个 APPS Hackintosh我们要的是 AIASL DSDT。 好，现在这个 DSL 我们是可以打开的，我们用 Notepad++ 打开大家可以自己去装一个，自己 Google 一下就知道这个标签的。那现在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看得懂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打开这个文件呢？等一下这个教程的下一步会介绍到我们要找到有2个接口的描述我们要去看后面的东西对还是不对。那第一步叫我们 fix system clock， 对吧？那我们 system clock 在干嘛呢？在哪里？从哪里开始？对，它是首先我们要在你的 DSDT ready 的情况下，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去找这个东西，叫 looping count 的位置。我们记得我们在 DSDT 里面去找。
它的位置是 LPCB， 叫 LPCB， 这个要记住，叫 LPCB 啊。以后当你记得了这个，下边就不用再来找了。然后我们还要看 PCI 的位置，这个是 LPCB 啊，我们看一下 PCI 的位置。PCI 0，那这个位置 device 是 PCI 0，我们一个叫 LPCB， 一个叫 PCI 0，我记得啊。OK， 好，他要干嘛来着？哦，他要干嘛来着？他要干嘛来着？哎，咦？哦，我要讲的跟他说的是反的啊。他先来去找这个，就是到底需要什么，就是你到底是用 AVOC 时钟还是用什么的。首先要找的是这个东西。我们要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时钟。我这里面没有呢，放一下查找，也没有呢。我找错了吗？下面一个啊，搞错了，下面一个。好，那我们找到这里，它是一个这个 RTC 的时钟，对吧？来看，正好是上面它是 AVOC 的时钟的。AVOC 的时钟，并且如果你有这个 STA 就 state 有状态，有 states 的状态，那其实你就不需要修正啊。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需要修正一下的。那我这里呢，它是用这个呢。如果没有这个，那你需要去这里。那我们可能是我们连这个 AVOC 都没有的，那我们只有 RTC。那如果我们只有 RTC 呢，那我们一样的，对吧？我们需要把这个 RTC 0的方法，那 RTC 0的方法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去找一个这个，诶，对，我们要去找一个RTC 0的 DSL。我们去找一个 RTC 0的 DSL， 在这里，它上面有链接的。我们显示一下原文件，然后把这个复制出来，然后在这里新建一个，这个叫 SSDT 杠 RTC 0 DSL。哎，什么情况？我们把这个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之后，用 Notepad++ 打开。我这个挂的了还是怎么回事？是空的，是空的。然后把它贴进来，贴进来，这里面不有位置吗？刚刚我们去查过的，对吧？就是我们的 LPC 叫什么名字？叫 LPCB， 对吧？然后 PCI 叫什么？叫 PCI 0。所以这个文件我们不需要改的。它刚刚这个文档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文档里面是什么？对，他说一个是 PCI 0，一个是确认的值的，但是你要把它改成这个，那叫 LPC 啊。那为什么是叫 LPC 呢？它那个设备的名字叫 LPC， 但我们的这个 DSDT 里面描述的是，那个也不见了是吧？描述的就是这个 LPCB PCI 0，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改，然后这个文件就是正确的啊。这是我们要搞定的一个文件。还有一个是 PMC， 那 PMC 一样的道理。
它有个 PMC DSL， 我们不需要它的了，我们用自己的啊。我们要去找这个 looping count 的名字啊 ，looping count 的名字，我们去找 looping count 的名字 ，OK， 复制出来。哎，不对，我们要先把 PMC 的 DSL 复制过来。哦，这不要找它，就在这里。那看 LPC 叫 LPCB，PCI 叫 PCI 0，所以我们一行不用改。它这个好像是要改的，对吧？对，他说 rename， 对，要 rename 成这个2个字，对，我们其实不需要 rename 的，所以这个也是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没有了，EC 不需要改的。EC 不需要改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有一个文件改了，对吧？这个文件是我们要的，然后 plug 不用改的，然后，哎，我的 PMC 还有个文件哪里？然后这个复制到哪里？复制到 SPI 这里。好，这里有3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刚刚改过的，我们要把它编译一下。刚刚改过的 RTC 0，我们要把 RTC 0编译一下啊。SSDT RTC 0，那 RTC 0，不是的，什么情况？RTC 0，怎么有一个错误呢？是这个吗？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这个吗？好，这样对了。我们把 RTC 0复制到 SPI。好，我现在只差一个。只差一个 USB 啊，只差一个 USB 我们不用，我们只要去下载一下就好了。不对呀，他那个叫什么名字？叫 USB 插呀 ，USB 插在哪里？不找了，我这里有个快捷的链接，直接 download 的，不找了。OC SAPI， 好，我们把 USB 插下载下来。好，一共这个5个文件已经好了，然后剩下的我们要做什么？看教程。那这个 Windows 用这个 macOS 在这里啊，然后把它 copy 到 EFI 的 SPI 目录里面，然后文档就是这个 config list 啊，那我们要去编辑这个 config list。那编辑这个 config list 呢，第一个我们需要一个确实的 config list。那确实的 config list 在哪里呢？我们之前最早有下载过 OpenCore 这个 PKG 文件，在这里，就最早我们下载的这个文件，我们把它打开。
在它 docs 下有一个叫 sample 点 plist， 我们把它拖到 OC 的目录里面去，然后把它改个名字，叫 config 点 plist， 你只要 config 点 plist。那文档呢，之前打开过的吧，找一下，咖啡壶的怎么配？咖啡壶在这里，在这里怎么配？他给了一个sample 点 config list， 他说到这里去下载，看看浏览器的左下角的，它也是下 OpenCore PKG， 然后是它应该就是这个文件吧？不找了。然后这里需要2个工具，一个叫 property tree， 你从这里去下载，一个是叫 GN 这个 SM BIOS 的。我这里面给出链接了吗？没有给出链接是吧？我没有给出链接，那大家就从这里下，效果上是一样的。第一个 property tree 其实我已经下好过了，那我的 property tree 还是在底盘的这个 Hackintosh 的第一个 property tree，property tree， 我们先把它启动起来。它也是需要 Python 支持的啊。那启动起来之后，那我们需要 open 一下那个桌面上的 EFI 然后 config list 它这个做的比较差，都不支持我这个高清的封面。然后这里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这里跟东西都不对，对吧？我们哪有这么多？我们没有这么多。那怎么办呢 ？Ctrl Shift R， 我们重新扫一下这个目录在这个目录底下的东西才是我要的，选择文件夹。现在东西就对了。那现在东西对了呢之后呢，我们不用管它我们就看教程，让我们怎么做。第一个 ICPI 的部分，ICPI 的部分，ICPI 的部分已经做好了。OK， 我们的 ICPI 的部分已经做好了。然后做 boot 我这里有点讲错了不是讲错了，顺序讲的不对。就是在编辑这个文件之前呢，其实我们要先去看一下 BIOS 的，就是我这块主板的 BIOS 是有这个 CFG lock 的，然后 VT-D 是可以关掉的然后对那个显存的控制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可以打开的854G 的 decoding 也是可以打开的，所以在这里面的配置是有不一样的那等一下讲到的时候会讲你首先要确认你的主板这几项是不是有那第一个我们去看 boot SPI 的部分已经做好了，我们看 boot 是在 Quix 的，我们前面都收起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devirtualize true， 把它改成 true，一条条跟它改 enable write support false， 然后 protect UEFI service protect UEFI service true rebuild memory map 当然是 yes， 这个不是 yes， 这个 no runtime permission yes。 好boot 改好然后这里面它每一项什么意思它都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一项 protect UEFI service 而且是必须的另外我们是 Z390。那我们看 device property， 对 device property 其实在这里我们只有一项需要改的device property 我需要重点讲一下它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它第一个是针对这个集成显卡的配置这3项其实都是它第一项是如果你把它当成 display 用的那你就要用这个值，如果不是的我们通常把它当成一个计算引擎用的，对，因为我们有读写，那我们用计算引擎用所以我们用这个中间那个值其实是废话，没见过这种情况。 OK， 我们把这个值配进去然后后面还有2项，这2项哪里有解释？对，
在这里有解释。它的意思是，就是如果在你的 BIOS 当中是没有显存设置的，那你需要配置一下这2项。如果你的 BIOS 里面有，那你就不需要配置。那我们的 BIOS 里面其实有这个选项的，你就是不需要了啊。当然，大多数主板应该都有可能有的，也有可能没有，配一下也没关系啊。OK， 然后在 kernel 的设置，到 kernel 当中，其实这一个叫 Quix， 我们需要的啊。Quix 在哪呀？我在这。然后 safety lock， 那你看这2个 safety lock， 因为我们主板它是支持 safety lock 的，所以这里我们不要管它就好了。但是有很多主板它不支持的，所以你也可以打开 custom。他说戴尔跟这个是索尼的系统对吧？是需要 enable 的，然后 disable maple，disable maple， 然后 kernel panic， 我们不是 HP 的系统是吧？我们也不需要 kernel dump，no kernel dump，no kernel 是要打开的，然后 power 是要打开的，然后最后 limit 是需要打开的。好找一下最后它里面其实每一项都是有说明的，所以大家如果要那个什么，那他也说了呢。那如果你 safety lock， 那你有这个你就不需要disable IO Maple 其实都不需要打开的。我们找一下我们的 kernel 的 Quix 里面，这个不需要打开 disable IO Maple 不需要打开的，没有 disable。我不需要打开，因为我们的 BIOS 里有这一项。OK， 然后我们就看杂项，杂项里面第一个是 debug，boot 这里没有你看 debug 首先要改成 true， 对吧？看那个改成 true， 然后 target 67，然后 security 就是 nvrun。set default true scan policy scan policy 0，这是改成这是 number 这 number 类型的 boot model default it's optional 改成 optional。这个 disable 如果你是 NVIDIA 的这个显卡，我们需要用改的但我们不是。然后 security， 然后 nvrun， 咱现在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的 nvrun 的 boot。那第一个 boot 的参数 debug 开启，就是每次启动的时候都跑码，好傻。然后 ALCID， 其实我们这个声卡好像就是 ALCID 的原因，因为我声音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这个语言，我们把它改成 string 吧，改成 string 的可读性比较大。对不对？这个 data 谁看得懂？我改成 string。ENGUS 冒号0，对，然后有一个 red flash 在哪 ？Yes， 对，没错。然后 platform info 是吧？
那 platform info 其实比较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几项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要复制的是哪几项呢？然后说要生成一个 SMBIOS 的，我们去下载这个，在前面的链接里面是有的啊，我已经下好了。那我们要干嘛呢？这上面有 generate SMBIOS 的，选3。然后它让我们选一个系统是吧？我们就 iMac 1991，对。然后现在因为我们是独立显卡啊，跟这个比较接近，所以我们用它在哪里？在这里。第一个我们要复制的是序列号，没错吧？是这个吧？3Q 结尾 C0。好，第二个主板的序列号 motherboard 找一下，在这 motherboard，然后最后一个UUID 在这，然后这个名字不用改了，然后这里有一个 update SMBIOS model create 这个不对，这可能是 customer， 好像不记得了，没关系，那启动之后再搞吧。OK， 然后是 proof vendor 等于 true 是吧？这是 memory state 没有对象。好，对，如果是19干1，我们就可以，因为我们是 Big Sur， 对，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Mojave and New York。他讲了呢，对应的 type， 这个是对应哪个？这个是对应哪个？这个 board serial 的对应的哪一个？对 ，SMUID 对应的是哪一个？这是保姆级的叫什么 ？UEFI。那 UEFI 这里2个文件，对，它这里不对啊，这少一个 open 啊，然后 OK 了。到这里我们所有的配置应该都已经配完了，让我们看一看，没有了。对，它后面也讲的就是你的 BIOS 应该怎么设置，现在照着它抄就好了。如果没有的，前面在 config 点 plist 里面文件当中你做对应的就可以了，然后保存 save。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苹果，因为我们现在接下来可以烧录 U 盘了啊。那烧录 U 盘呢？对，这种 U 盘在这里。第一个是下载这个 Big Sur 的，那如果是有苹果机的，那可以到官方去下载。那它有，因为这个后面是一个后面会跳出 App Store 的。那你可以去下载，下载完了之后用这个方法去烧，那它有命令都给你了 ，Big Sur 那都有，咱们可以烧，然后我们选择的是重新安装，它重新安装也有链接，我们去看一下它重新安装它怎么能装的，对吧？然后这里不是 reinstall 嘛，我都先把 disk utility 格式化掉，抹掉，对，先抹掉，然后再装，然后详细的大家可以去看啊。因为我这个机器，我自己是没有视频采集卡的，所以安装过程没有办法录屏给大家看啊。但是我可以切到我的这个苹果电脑里面去，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这台机器上应该也有一个，能看得到的啊，就是在你的这是我的苹果的那一块硬盘啊，它有一个这个 EFI 的分区，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分区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的？那就是我们刚刚 SCPI 的内容，对吧？对 SCPI，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扩展的，
但是我们 driver 里面可能会多一些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个启动界面。那我等一下切到苹果当中讲那个做启动盘需要注意什么啊 ？OK， 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这个 Mac 的系统啊，这是我之前黑的。那 Mac 系统里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叫 Disk Utility。我得插一个移动硬盘，这个他也不让我格式化，插个 U 盘吧，也不知道是哪个 U 盘，试一下，看是不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就是当你这个 U 盘插上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你要格式化，对吧？对，你要选择，我这里没有办法选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这个 U 盘上有一个 EFI 的分区，按道理我应该是可以选的才对。那选择 GUID， 就在底下，它在 Format 里面有一个，就是你要的分区格式，它应该多一个选项，选成 GUID， 它就默认的会帮你去格式化的时候去做一个分区出来啊。那这个分区就是 EFI 分区啊。Win10也是一样的，OpenCore， 我们把 OpenCore 打开啊。那它有更新了，我先跳过这个版本吧。0.6.6啊，我不想。那打开了之后，你看，哎呀，我这上面怎么这么多EFI？ 不是哪个啊？这个，对，应该是这个。那这个是 U 盘的，就是你的 U 盘上，就是你的 U 盘上必须有个这个分区，然后把刚刚的这个 EFI 的目录 copy 进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去设置你的 BIOS 的，你在这个 U 盘的 EFI 分区里面去启动系统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按照正常的刚刚苹果官方的那个教程去重新安装你的系统，把你的系统格式化的。然后注意，当你安装完了之后重新启动操作系统的时候，你的硬盘里面的 UEFI 分区其实里面是没有文件的。那这个时候你要用一个启动盘把你的机器启动起来，然后把 U 盘里面的 EFI 分区里面的内容复制进去。那这样子，你的苹果的安装盘，就是你苹果的保存苹果系统的那颗硬盘上就有了启动项以及启动文件了。然后这个时候，对吧？你要以后再做调整呢，你可以傻瓜一点，那就是你直接可以用这个官方的一个工具就可以了啊。那前面我有讲过，我们把这个打开吧。我们前面有讲过说这个，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哎呀，我只请了日志文件啊，不用管它。我们前面有讲过说这个，我们把 config list 的。咦，重来一下。好，我们前面有讲过说，我们机器在启动的时候，模仿的机型就是 update SM BIOS 的 mod， 对吧？之前不是 create 嘛，这里改成 custom 啊。这我印象中是什么？就是 custom 对。
就如果是 create， 你可能最终会导致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就是你看我这是一个 iMac 对吧？他说，你是一台 iMac 对吧？2019年的对吧？然后 i9，然后6核，i9的 CPU 有6核吗？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吧，这也很怪对吧？那显卡什么的认的是对的啊，整体的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别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以后你要想再换机型，在这里可以自己换，自己换。这个它缺省的配置是9900K 对吧？那我的 CPU 跟它差了2个档次对吧？我是 i5 9600K 啊。OK， 也不用保存，我们不用管它。然后你弄好了就可以自己去启动了，你的 Mac 就做好了呀。然后剩下的嘛，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 Mac 更好看的，就是启动界面，那 Bootloader 的界面呢，我们看一下啊。那 Bootloader 的界面不够好看，那怎么把 Bootloader 的界面搞好看是吧？看一下啊 ，Bootloader 的界面弄好看，在这里有呢。如果你的 Bootloader 界面不够好看，那你可以在这里去美化一下。那如果有前面经验嘛，那你现在去做这个嘛，其实也不难了。你怎么做呢？就加几个东西嘛，几个文件你要加嘛，然后在这里面去改一下就好了嘛。这几个项目改成什么样子，你都可以的。你要选成哪个样子，你都可以自己去选吧，我自己去选。然后还有一个 Multi Boot， 对。那因为这样子安装，其实缺省的这个已经搞定了，对吧？如果你再装其他的操作系统，或者你希望什么其他的方式都可以呢。One Disk 对 ，Multi Disk 对，你自己想怎么搞呢？还有 Linux 怎么搞的，这里都有现成的。OK， 那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去介绍了啊。那反正最基本的东西大家能搞定就可以了，然后剩下的。注意啊，只有你苹果的硬件是跟这个地方出来了是 OK 的，你才能去登录你的 App Store 的，否则你的 App Store 是登录不了的。OK，Open Call， 退不出去是吧？退出去了。OK， 好，那这次就这样，拜拜。